美国海军部长说不支持中国统一，把中国还要视为最大的威胁。那么这种敌视的根源是什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11月4日参加了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活动，提出了一个和1个月以前不太一样的观点。那么1个多月以前，这位托罗先生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和中国开战，没有人想卷入冲突我们的最终任务是阻止他们完成企图要做的事情，包括入侵台湾。当时呢，他用的词儿是 invading， 意思是武装入侵。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托罗公开反对的范围还不包括和平统一。而到了11月4日这次呢，他的说法干脆就把两岸和平统一也当成威胁了。他认为，不管通过和平方式或者是军事手段，中国的统一都会对美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最严重的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不稳定。我想他这个时候说的话呢，应该是自己最想说的，而且即使不代表美国所有政界人物的意见，恐怕也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一方面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一方面又说不接受大陆统一，这个观点在我们看来呢是非常分裂的。对于托罗这样的人来讲，说出这样的话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作为政客要考虑的肯定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说中国统一之后走向继续强大，他们担心中国会分掉他们的权利，会代替他们控制全球。然后呢，中国跟美国的战略利益会进一步重叠，这种重叠会导致冲突战争。而且呢，也不能说支持台独，这样的话会导致中国和美国马上彻底翻脸。美国的海军部长还有很多欧洲、美国政客能够公开持有这样的观点，原因就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在美国、欧洲很多地方，民间的观点非常认同这种思维，认为这样的思维才是正义。普通很多老百姓价值观来看，他们认为这些政客的话就是真话，而且不矛盾，就是要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武力统一，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所谓的自由高于一切，认为武力统一或者是和平统一都有可能是对台湾的强制。他们认为2300万人的意愿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根本不清楚台湾问题的发展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过程。所以呢，一种矛盾就会出现了。有的时候我们出国会发现，很多国家老百姓对我们特别的热情友善，但是到了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比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那个社会的整体舆论氛围就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所以平时我们也不能安慰自己说，国外反华势力是一小撮，绝大多数国家如何谴责西方政客，这有点自我欺骗。其实呢，是有一些真正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和西方文化的学者才明白托罗这样的人在惹什么事，可惜这些人数量并不多。美国一个网站叫防务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说呢，中国完成统一是个历史必然，华盛顿方面怎么折腾都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历史趋势。作者罗列了从1949年到现在解放军参与过的历次战争。他说，当中国感到其领土和周边面临严重威胁，或者对其争议地区受到侵略的时候，就会直面战争。无论中国的对手如何，这种模式都适用。事实上，中国毫不畏惧实力远超自己的敌人，包括美国，并且会把敌人从中国声称的或者其他的敏感领土上击退。说明呢，像这样专家非常清楚，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陈述统一的理由，多数西方人不会接受，而西方的很多理由，我们更会觉得恶心。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不会通过一些通常的舆论宣传手段去改变。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对方的民意在想什么，我们也很有可能误判对方的决心。文明的冲突有2个办法解决，一种是文明互相交融，慢慢互相理解。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而且一个很糟糕的现象是，就是我们很多人去了国外之后，居然价值观被对方洗脑的更快一些，反而是国外很多人在中国生活久了，未必会被我们改变。另一种方法是靠实力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之后再坐下来谈，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文明对他们没有恶意。其实对于西方的价值观，我们根本不用去认同，但是我们毕竟应该尝试去了解。这样不管以后是逐步融入后慢慢去改变，还是用别的手段快速去改变，这个层次的冲突都是没法回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风险。好，关于西方政客反对中国统一的言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民意支持，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